好，我是开心游戏。本期影片的主要内容有5点：一、BOSS 的打法；二、无限刷材料，快速将新奇树消音千浪升级到6重的方法；三、建造电梯的方法；四、免费获得价值100万辅警行舟的方法；五、其他无限刷材料的方法和战斗技巧。我知道大家最关心消音千浪，那么我们就从吹笛子开始讲起。当你把消音千浪升到满级以后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偷师武学，你可以直接大摇大摆的杀进去。而这一切，你只需要一个凉亭，像我这样把凉亭放在 BOSS 出现的地方，然后第2个和第3个凉亭也要放上去。记住，凉亭一定要上下对齐，总共放3个凉亭，这样 BOSS 就绝对不会跑出来。放的时候站远点放，放完之后再过去召唤 BOSS。BOSS 已经被卡在里面出不来了，这时候进入第2步，把他的血量打到1半以下，这样他就会喷白光，无限的掉落配骨花跟灵骨花。这些材料可以用来升级消音千浪。根据我自己的实测，3到5个小时就可以轻松刷到满级。这里必须注意5点：一、千万别把 BOSS 打死了，因为打死了就永远不会刷新了。因为每个玩家单人世界里只有3只 BOSS， 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们另外2只 BOSS 的位置。如果你不小心把所有 BOSS 都打死了，你也可以联机去好友的单人世界里面刷。如果你没有好友也没事，多跟陌生人套近乎就有好友啦。2、BOSS 每隔30秒才会喷1次白光，所以需要一些耐心。如果你的坐骑有自动拾取功能就更好了，当然自己动手捡也可以。3、如果 BOSS 不小心跑出来了也不要慌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你只需要传送回附近的界碑，然后再骑马跑过来， BOSS 自己就会回到凉亭里面。4、因此你必须记住 BOSS 刷新的位置，把凉亭建造在 BOSS 刷新的位置上。5、凉亭需要按 Z 选择变体层高跟鞋凉亭才能用，像这种低底座的凉亭是不能用的，必须按 Z 键选择变体成高跟鞋凉亭才能用。这个宝塔让我想到了一个成语，宝塔镇河妖。点开设置，选择画面，选择自定义画面风格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自定义设置河西的天气跟时间，并且勾选固定天气或者时间，这样你的世界你做主。不过这是陆服的功能，我不知道你们国际服有没有这个功能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设置完成记得保存，这样你就拥有了自己的自定义天气。接下来，开心游戏带你们去看看这3个 BOSS 的具体位置。第1个 BOSS 在白头层界碑这里，到了之后往前走10几步就到了。记住，这个头顶上没有数字的才是真正的 BOSS， 而另一个头顶上有数字82的是小怪，而并非 BOSS。很多玩家搞错了，竟然把小怪圈起来打，然后还怪我为什么不生产。第2只 BOSS 在地图的左边，你来到胡杨吉界碑这里，然后往右边的山上跑，往山上的柳树这位置跑。你们要记住，这3只 BOSS 每一只 BOSS 的地方都有大量的灵骨花，如果你们不想卡 BOSS 的话，随便捡捡也能快速升到满级。然后往左边跑，在这里附近会有一口井，你们跳下去就能发现一些奇怪的生物。打完之后能获得大量的材料，想要出来也很简单，可以点击传送出来就可以了。第3个 BOSS 的位置在地图中间的望安屯，到了界碑之后，一直往前面的大树跑就到了。这里也是我刚才演示的地方，还有这个建筑大家可以不用看，因为这是陆服老办法，现在已经过时了。因为怪总是会跑出来，你们要刷材料的话，还得是用我影片开头讲的那个凉亭刷怪方法。我再说一遍，怪跑出来也不用担心，你传回附近的界碑再跑过来就可以了。还有我上面讲的3只 BOSS 的位置，就会有大量的灵骨花可以用来升级消音千浪。你不愿意建刷怪塔也没事，每天去捡一遍，1个星期升到4级，半个月也能升到满级消音千浪。而如果你愿意建刷怪凉亭，你就站远点，打开建造模式，在 BOSS 出现的位置放上凉亭，把3个凉亭重叠就行了。
其实我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按 M 键打开地图，在右边有个叶子图标，点开它，选择植物，勾选灵骨花，这样地图上就会显示所有灵骨花的分布位置。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你不会错过地图上每一株灵骨花，但是我这是用陆服在演示，所以不知道你们国际服有没有这个功能。而且这个功能非常强大，除了灵骨花以外的任何材料都可以用这个地图勾选功能，比如粗矿石的分布位置等等。最后，你来到河西地图中间的坎尔兹界碑这里，很多玩家抱怨自己总是捡到灵骨花，但升级消音千浪需要的是配骨花，所以你不小心来到了坎尔兹界碑这里，找到这个叫胡尔饼的 NPC， 在他这里购买马人糖可以提升20%的采集爆率，而且还有新法奖励。不过要注意，它是随机提供采药、挖矿、狩猎3种属性中的一种，所以你要一直刷，直到刷到采药爆率才有效。该效果持续10分钟时间。从胡尔饼这里出来，去旁边找唐奇，他这里有很多家具配方可以购买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围栏配方，它是制作电梯的重要材料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建造模式，其他家具配方也可以全部购买，尤其是这个大地板，是我最喜欢的地板，看起来大而且有光泽，需要用粗矿石作为材料进行打造。最后，你来到陈前爱这里，右边有个哑巴埋在草丛里，不注意看还不容易发现。在他这里可以买到很多珍贵的道具，比如变音石、转绿石、定音石跟心法，这对于想要提升装备的玩家来说非常重要。各位少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炫一下我的青鸟坐骑，它真的会在天上飞，价值3000元是我免费抽鸟鸟之音抽到的。既然消音千浪学会了，那么我们来试试它到底有多厉害。我们来到开封左下方的御苑北界碑这里，然后一个大轻功飞到山上的房顶上。大人，时代变了，这都什么时代了还偷师？直接杀进去！既然都到这里了，开心游戏顺便讲一下第2种偷师方法。你只需要使用缩骨功，由于你偷师的时候已经是隐身状态，缩骨功会让你的身体变小，这样就算你面对着敌人也能当面放倒他。然后解除缩骨功状态，可以正常开宝箱获取战利品。如果你的消音千浪还不是满级，可以暂且用这个方法，因为消音千浪不升到满级会很容易被敌人发现，导致偷师失败。除非你们能像我一样厉害，能把消音千浪升级到满级。从这里跳下去，过了桥，站在圈里就可以偷师武学醉梦游春了。不过我是用陆服演示的，不知道你们国际服有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还没有出。徒弟都死光了，师傅还在这教学呢。因为我已经偷学成功了，所以我就不偷了。我试试用黄金系能不能跪死他。诶，没什么反应。算了，帮你们试过了，这个师傅是绝对杀不死的，你们也不用尝试了。我今天发现一个好玩的，我去打无相黄的时候喝多了酒，结果就变成了小狗。我还以为我能咬死无相黄呢，结果一靠近就现出了原形。闯入者，你不该打扰这里。最后我讲一句，消音千浪可以设置背景音乐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勾选这个收听他人自定义音效，因为如果你不勾选这个，那么无论你的背景音乐有多好听，别人听到的都只是系统默认的音乐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官方为什么要这么搞。闯入者，你不该打扰这里。血脉也不能限制。消音千浪还是很有实力的，吹一次就能吹掉无相黄1管多的血量，而且消音千浪可以脱手攻击，也就是说你吹完笛子立刻换武器打，这样就相当于2倍的攻击力。
消音千浪最广泛的应用是打斜力清剿，什么都不用干，躺着就把钱赚了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懒人最懒玩燕云的方法就是去打斜力清剿，不做任务，不抓七跷，不打 BOSS， 你每天什么任务都不用做，只需要打斜力清剿，把心力清空了，装备心法直接满级，经验等级直接满级，剩下的时间就快乐的享受游戏。反正我每天就是这么干的。哦，对了，国际服上线了缩骨功，影片开头咱不是说用缩骨功加隐身术就能偷师任何武学吗？你只需要来到清河临江异界碑这里，然后一直往前面跑，就能见到詹太公 NPC， 跟他对话就能学会缩骨功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等你学会了缩骨功，再搭配上隐身术咬无痕，就可以轻松秒杀任何小怪。用这种方式去通关据点，轻轻松松。成功之后再解除缩骨功，就能拿箱子领奖励。你要知道，灵虚一指拥有恐怖的6000%伤害，隐身术能让敌人看不到你，缩骨功更是能缩小自己的目标。因此，即使你正面暗杀敌人，敌人也根本不会发现你。用这种方法，甚至能击杀精英首领。即使是精英首领，也能被我们用一根手指戳死。通关据点之后，只需要解除缩骨功，就能正常领取宝箱奖励。而这对于刚玩燕云的新手玩家来说非常有用。就好比你还在新手村就获得了新手神器屠龙刀，升级变得非常容易。哎，刚才总算说完消音千浪了，现在我们进入第2章节内容。开心游戏将会教会大家如何建造电梯，你只需要来到河西地图中间的坎尔兹界碑这里找 NPC 唐奇，在他这里购买这个围栏配方即可。拿到配方，打开建造模式，按 Z 键选择变体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摁住鼠标往上一拉，梯子就建好了。然后你再拿出地毯，每隔一小段距离就放上一块地毯，就按照我图中所展示的这样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叫你们买这个配方的原因，上面标点都给你标注好了的。我建造这个电梯只为了给大家做演示，实际上你们可以把电梯建造几万米高，但是一块一块的放又太麻烦，所以你们先不要忙着建造电梯，而是打开建造模式，选择创建图纸，在图纸里面把电梯建造好了之后，记得保存图纸，这样以后你想要电梯直接用就可以了。方法是靠近电梯，选择自动落成。如果你们连电梯都懒得建造，就去万象集找到建造，然后搜电梯就能直接套用。当然我说的是陆服，你们国际服的万象集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，毕竟国际服才刚开，游戏建造大神还不像陆服那样多。还有很多玩家好奇我这个蓝色玻璃是怎么搞的，其实这个并不是玻璃，而是轮廓。走，我给你们演示下。怎么材料不够？算了，带你们去别馆后山，那里有我建造的房子。我们以这个房子为例子，我是先用图纸创建的，然后再打开图纸放上这个房子，然后再把木板拆掉，它就变成这种蓝色玻璃的样子。但它其实并不是玻璃，而是图纸轮廓造成的视觉错误，让你误以为这是蓝色玻璃。等过段时间，我想专门出几期这种建造教学影片，在自己的单人世界听听小曲儿，这才叫会享受生活啊！不过燕云最近更新的内容实在太多，创作更新还得排期，所以咱们先做好本期影片吧。带你们参观我建造的万米高空电梯，好处是可以修建空中别墅，让你的单人世界建造充满乐趣。有了电梯，上楼就是方便。你要是爬梯子的话，至少要10几个小时才能爬上来，但是电梯就方便多了，1秒直达。在高空可以俯瞰整个皇宫，还能眺望清河跟整张开封地图。反正我是觉得玩燕云不玩建造模式的话，快乐少一半。建造模式是我最喜欢的玩法，比抓气球好玩多了。
就是我的空中别墅。我会经常邀请好友联机来天上喝茶，或者听听小曲，或者切磋武艺。哎，这真是神仙过的生活啊！让你们看看我这电梯建造的有多高，恐高症的人看了都会腿发软。旁边还有电梯，反正你们创建图纸的时候，只需要创建几十层高的电梯就行了，然后一层一层的堆叠，也能堆叠出几万米的高度，并不是说让你一次性创建几万米高的电梯。我这真是生活在云端之上哎！玉帝的南天门凌霄宝殿也不过如此啊。其实当初之所以建造这么高，是我好奇到底能不能顶到天上去。不过很可惜，这地图的高度好像是无限高的，到现在我也没摸到过天顶。如果有人来海捕你，你就可以走独木桥。反正我是觉得挺好玩的，到时候拿一把伞就能把它打下去。我希望燕云能出一个移动界碑，要不然每次上来还挺麻烦。虽然说有电梯可以上来，但肯定没有界碑来得快。第3章，我们刚才已经学会了如何建造电梯，现在开心游戏要教大家2种无限刷材料的方法。你只需来到开封右下方的影雾岭北，这里是秀金楼的老巢所在。你站在门口用火箭射击火药桶，然后直接过去捡材料就可以了。捡完材料再点击试炼，进去之后不用打，然后立刻退出来，这样这里的怪就又刷新了。循环以上操作，你就可以轻松做到无限刷材料，想刷多少就有多少。我这里的动作有点多余，其实你们打的时候可以直接站在火药桶旁边打，打完直接点试炼再退出来，这样子效率会更快，不用像我一样还要跑到门口。第2种方法就是用电梯刷怪，其实这个方法已经很老了，论效率肯定不如我跟你们说的火药桶刷怪，但其实它也还是有用处的，因为其他据点不像秀金所这样怪的旁边就有火药桶，所以对于那些没有火药桶的据点，用这个电梯刷怪塔还是很有用的。但是这里有个要点，就是电梯一定要建造的非常高，这样系统才会判定你远离将怪刷出来。反正你每到一个据点就把图纸拿出来，选择自动落成，刷完再换另一个地方。阻止不了。比如河西地图有个秃鹫据点，你们也可以用这个刷怪塔，而且记住不要把所有的秃鹫都打死了，打的时候留一只，然后升到电梯上面，再用千斤坠跳下来，怪又刷新了。因为河西秃鹫那个据点，你要是把怪清完了，就只会出现10几只怪，如果不清完就有30多只怪，足够你刷材料。当然我只是顺嘴提一下，毕竟陆服已经没人去刷秃鹫了，但是国际服比陆服晚了1年多，所以稍微提醒一下，对国际服玩家还是很有用的。好了，电梯的教程就到这里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记，很多人还不知道地毯在哪里购买。你只需要来到开封下面的朱雀门界碑这里，然后一直往前跑，在第2个伞的位置停下，然后左拐，进屋里就能看见 NPC 冯晨，跟他对话有2个选项，一是把所有的家具配方都买了，这对于喜欢建造的玩家非常有用。第2个选项是我要租房，如果你要地毯的话，就去租最贵的房子，其他2个房子是没有地毯的。但是我由于钱不够，所以我只是演示给你们看一下。租完房之后不要退出，直接选择传送过去就到家里了。然后你点击右上角的详情，选择退还家具，这样你就拥有了全部的家具配方。如果你租的是最贵的豪宅，那么你就能获得地毯配方。也有玩家反驳我说，我都有房子了，为什么还要退还家具？因为我们要的是配方，有了配方，我们就可以在开封、清河、河西等任何地图建造房子，不受地域的限制。
如果你是土木中玩家，喜欢建造，那么这2个地方你必须来。第一个是丰河村的 NPC 逍遥，在这里你只需要购买原木和粗矿石这2个商品即可，每周刷新1次，能买多少就买多少，因为原木和粗矿石是建造的必须原料。第2个位置在开封左下角的修造案，这里我顺便说一下，跟河西地图设置天气一样，开封你也可以选择设置自定义画面风格，在这里可以设置天气跟时间以及画质调节，设置完成记得保存。其他地图也是同样方法，我只说这最后一遍，以后不会再讲了。在修造案这里，你就能看见逍遥的哥哥萧远。还是老规矩，只买粗矿石和原木即可。每周一都可以来搜刮一遍，然后你打开不甘商店，把里面能买的都买一遍，因为全部都是好东西。心法、装备、升级材料、袅袅之音、各种通宝以及外观全都在这里面。我跟你说，所有的玩家只需要做2件事情即可：一就是协力清剿，2就是搜刮不甘商店。你只需要做这2件事情，直接躺赢。所有的心法、装备和等级直接满级，这也是最懒人、最简单的升级方式。每周就只做这2件事情就够了。这个造型我很喜欢，名字叫做聪明脑袋，跟我这身黄金甲穿搭还挺搭。这个背着手的待机姿势是我最喜欢的，霸气十足，很有感觉。旁边的江二娘这里可以把你的紫色狗粮打造成金色狗粮，所以你们升级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来这里，否则到时候调绿装备可就亏大了。知道。哇，我这身黄金盔甲也太有感觉了！这是陆服的258元套装，名字叫白龙，原本是白银色盔甲，但是染色成黄金盔甲之后，简直帅炸了！而且搭配这张俊俏的脸跟彩妆效果，这直接就是爽文短剧里的男主角。我看看评论区有多少喜欢的，如果喜欢，请把喜欢2个字打在评论区。还有，我问一下，你们国际服有没有这套258元的时装？如果有的话，你会打算购买吗？这世上这套白龙是有披风的，但我觉得披风反而不好看，所以我干脆把披风给扔了。像这样直接不用披风，反而看起来更加的清爽干练，也更帅。最后我们来讲讲河西地图这个迷益州 BOSS， 位置就在河西右上方的飞沙地。这个位置黄沙会阻挡你的视线，而且你也无法使用地图。但是你可以把飞沙地界碑标记位置，然后你就一直沿着直线往前面跑，不用管骆驼什么的。当你看到这棵大树，在它旁边就是迷益州，然后你对着迷益州一直跑就到了。记得把界碑点亮，然后邀请好友联机，因为你一个人是绝对打不过他的。我简单说一下打法，其实你就记住2点就行。第一，就是月亮回到船上，你就拿箭射白色的月亮，当月亮掉下来，你就靠近按击键给它扔回去，能对 BOSS 迷益州造成巨大的伤害。尤其是第2点非常重要，你必须预判月亮掉下来的位置，因此我建议你们几个玩家分开站，否则的话等你跑过去时间来不及。总结就是，这个迷益州 BOSS 的核心机制就在于它白色的月亮，那是它的能源核心所在。反正你要是不打月亮的话，是绝对过不了的。总算是成功了，来给自己拍个照。我觉得这个实停拍照是很帅的，每个细节都能清晰的看见。你们国际服如果还不会，可以按 F 一键打开燕姬百科，然后搜迷益州就会出现攻略打法。其实很多 BOSS 的打法你们都可以在燕姬百科里面查看教学。而且击败迷益州 BOSS 之后，你就可以把它带到自己的单人世界，想怎么摆放就怎么摆放。我是希望燕云出一个新功能，就是我们玩家可以击败 BOSS 之后，把 BOSS 当宠物养。我们看看这个迷益州 BOSS 长得什么样子。上面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没想到木头也能成精。因为它的灵气全靠月亮驱动，所以没有了月亮，它现在也不能飞行了。
这是他的眼睛，看起来栩栩如生，仿佛真的一样。好吧，我承认我骗你们的。其实击败 BOSS 并不会得到这个迷一周。如果你真正想要得到这个迷一周，是需要打开这个博物志，然后选择诗画，选择诗歌，按照提示去搜集诗歌。在左下角的吃金奖励，你会看到当你达到4级会有迷一周的奖励。一般像我这样搜集20个诗歌就能得到这个迷一周了。至于如何得到这些诗歌，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，因为这得单开一期，至少要讲10分钟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可以点开游戏里的验机百科，搜诗歌或者搜持景奖励，就能得到详细的教学指引。最后2个知识点我要讲快一点，因为粉丝们开始催更了。第一个就是这个福景行舟，每个玩家都可以获得。方法是来到丰河村界碑这里，然后往回走几步路就能看见这个牌子。这里有很多人聚集在这里。如果你没有看到这里有人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完成前置任务。你必须完成匹马印斯林若水这个前置任务才能做任务，然后跟着任务指引就可以了。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这个任务千万不要把任务做完了，反正你看到船了就停下来，否则的话你把任务做完了，这艘船也就彻底消失不见了，到时候你就损失惨重。要知道这艘船价值100万元。第2个我要讲的知识点是用实停拍照的方式去打 BOSS， 携带9重春色伞，带花上月令心法，冷却时间10秒钟，但是你能打出去3炮。打完之后你就拍照实停，冷却好了继续打，打完继续拍照，拍完照继续打，如此循环即可轻松放倒 BOSS 或者野外首领。此方法目前还没有被修复，大家快去试试吧。另外全家武学也可以用这方法。像这种宝箱的开启方法也很简单，你只需用键射击中，然后赶紧切换金玉手给附近的3个锁开锁即可。我是开心游戏，能看到这里的都是铁粉，拜托大家点赞、热推、分享，这会让更多人看到这支影片，感谢大家。